忍耐成员刘雨欣，群益中国首席投资官李飞，营销专家知盟咨询机构创始人兼 CEO 肖明超老师，请各位落座。好，请坐。感谢刚总刚才的分享啊。那下面我们有几个问题跟大家讲了。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里面，等来的代言已经是有签了超过30个，其中不乏是一些国际的知名品牌，像雅诗兰黛、欧莱雅等等。其中刘宇代言给我们品牌广告主带来的这个谢谢刚总。那我们现在下面问一下江斌啊，这对于那个时候就是还是选手时期的雨欣，就是也是坚持天天在练舞，不断的练习各种曲目，然后一刻也没有停下来。好，谢谢江斌。那下面问一下雨欣啊，雨欣，您觉得作为艺人这样的一个角色，能为品牌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其实我觉得艺人和品牌的选择都是相互的。那除了和品牌互相的配合之外，其实我觉得，如何能够提升自己作为艺人的价值，才能够更好的和品牌一起，达到双赢。那比如说好的舞台、好的作品等等。那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尝试和很多的各类品牌在进行各种合作方式。那我也非常感谢品牌对我的认可，也非常感谢可以亲身参与到这些品牌价值的过程中来。好，感谢雨欣。下面我们最后问一下肖老师啊，在您看来，如以上几位老师所说，在危机时刻，对于年轻人来说，第一是拓展一些新的视野，内容不能一成不变。好，谢谢江斌。那下面我们问一下雨欣啊，因为雨欣参加爱奇艺专场的消息公布以后，其实在微博上引起了粉丝的热烈讨论。那作为忍耐的成员，从《青春有你2》出道，被更多人熟悉和喜爱，你有什么想对现场的观众分享的？其实对我来说，在参加节目前，我沉淀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其实出道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开始，反而未来怎么才能够离自己的理想更进一步，然后出更多好的作品，对我来说现在是最难的，也是我未来更加要努力的方向。那刚刚说到《青春有你2》，其实要特别感谢爱奇艺这样一个好的平台，然后也要非常感谢江总，然后还有陈刚总，还有吴涵哥，还有所有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其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和节目，也有这么好的内容输出。那我觉得其实一个好的内容，不管是对艺人、对平台，也是对品牌价值的加值和加持。所以我觉得也像今天的这个主题一样，内容力驱动商业新浪潮。我觉得《青春有你2》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好，感谢雨欣，说得非常好。感谢雨欣。那确实是。好，谢谢刚总。那我们问一下底飞总啊，面对行业的追逐短期效果的这个心态，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哈，这个1960跟品牌未来的布局上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先问一下那我们问一下雨欣，我们因为很多品牌在节目之后看到了雨欣的努力和被雨欣的性格所打动，那也达成了很多商业代言的机会，想看看雨欣跟我们的品牌客户有什么要说的。其实这个部分我可能要多打扰大家1分钟的时间，有蛮多想说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参加节目的109个人都非常努力，然后也身上都各自有很多闪光点，包括我们的奈，其实也是比较幸运被大家看到的9个人。我自己也是非常感恩，可以通过节目让大家看到一个全方位的我。那其实我也希望能够一直在做的都是用自己的能量可以去坚持，相信通过努力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在这里还要再次感谢选择我的品牌，因为被认可是很幸福和荣幸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这里也要说，其实明天我就要录制我的第一档常驻的综艺《潮流合伙人2》，也希望可以在节目里面和更多的品牌合作，然后一起用好的内容推动商业新浪潮。好，感谢雨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品牌客户可以一直的支持我们的The Night刘雨欣，支持爱奇艺的内容。OK， 下一个问题，请问江斌。下一个问题请教迪飞总。你最喜欢看的平常，谢谢迪飞总。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我们问一下雨欣。我知道你好像参加了潮流合伙人，马上就要开录了。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跟你一起在这个节目里面有哪些明星嘉宾呢？那我现在是知道这些嘉宾，还是不知道这些嘉宾呢？那你知道吗？你不知道，要不要我来跟大家讲？有那个我觉得要不然就是说先留一点悬念，因为其实这几天可能大家也会知道，对。OK， 因为我知道你马上就要飞过去参录这个节目了。好的，那再来我下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雨欣，今年潮流合伙人在成都录制，你可以告诉大家你最想去成都哪里玩吗？其实我蛮想去体验一下成都的采耳，还有去吃火锅。但是由于我看了第1季的节目，吃饭的时候经费有一点有限，所以我希望如果中途有飞来的话，可以给我们带一点好吃的。OK， 那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给到吴刚总OK， 虽然我很想让雨欣再爆料一下潮流合伙人的录影嘉宾，但没有时间了。非常谢谢各位，谢谢，谢谢。